超感官知觉，科学瑜伽和超常心灵能力的证据 Supernormal Science, Yoga, and the Evidence for Extraordinary Psychic Abilities 是由 Dean Radin 撰写的一本书，旨在探讨超自然现象和超感官知觉的科学基础。这本书主要涵盖了以下重点：超自然现象的存在。Dean Radin 开始讨论了各种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如预知、心灵感应、远程视觉、心灵治疗等。他提出这些现象可能不仅仅是迷信或虚构的，而可能具有科学解释。瑜伽和冥想，书中强调了瑜伽和冥想等心灵实践对发展超感官知觉的作用。Radin 讨论了如何通过这些实践来提高个体的心灵能力，以及这些实践如何在科学实验中得到支持。科学研究，书中提到了许多实验和研究，这些研究试图证实人类具有超感官知觉能力。这些研究包括心灵感应实验、远程视觉实验、心灵治疗实验等。Radin 强调这些研究的结果可能支持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存在。生物学基础，作者还探讨了超感官知觉现象与生物学基础之间的关系，包括大脑和意识的作用。他提出，超感官知觉可能涉及到我们目前尚不完全了解的生物学机制。超常人才和案例研究，书中列举了一些具有非凡心灵能力的人物，如印度的瑜伽大师和冥想师。这些案例研究用来展示超感官知觉的潜在能力和影响。总的来说， Dean Radin 的超感官知觉试图将超自然现象和科学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这些现象的方法。尽管这本书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它引发了对心灵能力和超感官知觉的深入思考，以及这些现象可能如何与科学原理相协调的讨论。这本书的目标是鼓励读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鼓励科学界对这些主题进行更多的研究。Dean Radin 在超感官知觉、科学瑜伽和超常心灵能力的证据中详细探讨了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以下是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描述。1.1 超自然现象的多样性。 Radin 指出，超自然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预知、对未来事件的知觉、心灵感应、通过思维影响物理事物、远程视觉、在没有外部信息的情况下获取远处事件的信息，以及心灵治疗，通过心灵能量影响身体健康等等。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宗教中都有所体现。1.2 历史和文化角度。书中提到了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中的超自然现象，如印度的瑜伽传统、佛教、基督教的圣经故事中的奇迹等。这些传统认为这些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人类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承。1.3 科学挑战。虽然超自然现象在文化和宗教中有着深厚的传统，但科学界一直对其持怀疑态度。Radin 探讨了这些现象面临的科学挑战，包括如何进行可重复的实验以验证其存在，以及如何解释这些现象的生物学和物理学基础。1.4 现代实证。书中列举了一些现代科学研究，试图验证和探讨超自然现象。这些研究包括心灵感应实验、远程视觉实验、意识在疾病恢复中的作用等。这些研究可能支持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并引发了对科学界对这些现象的态度的重新思考。总的来说， Dean Radin 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超自然现象是否可能是现实存在的，并试图通过科学研究和跨文化的历史背景来支持这一观点。他
他的目标是引发对这些现象的深入思考，并探索它们可能存在的科学解释。然而，这一观点仍然在科学界引发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辩论。在超感官知觉、科学瑜伽和超常心灵能力的证据中， Dean Radin 详细探讨了瑜伽和冥想对超感官知觉的作用。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2.1 冥想和瑜伽的历史。书中介绍了瑜伽和冥想作为古老的心灵实践的历史，这些实践源自印度，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并在不同文化中得到传承和发展。Radin 强调了瑜伽和冥想作为超自然现象和心灵能力的发展平台的重要性。2.2 冥想的影响。Radin 探讨了冥想对个体心理和生理状态的影响。冥想被认为可以提高个体的专注力，减轻压力和焦虑，以及改善整体的心理健康。这些改变可能有助于增强超感官知觉的能力。2.3 冥想与超感官知觉的关系。书中指出，冥想和瑜伽等实践可以增加人们对直觉和内在知识的敏感性，有助于开发和加强超感官知觉的潜力。这些实践可能通过提高个体的意识水平，增加对非常规信息的敏感性，从而增强心灵能力。2.4 科学研究支持。Radin 列举了一些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试图验证冥想和瑜伽对心灵能力的影响。这些研究使用各种生理和心理测量工具来监测参与者在冥想中的体验，以及他们是否表现出超感官知觉的迹象。2.5 超感官知觉的培训。书中还讨论了一些冥想和瑜伽培训，旨在帮助个体开发超感官知觉的能力。这些培训通常包括特定的冥想练习和技巧，旨在提高感知能力、直觉和意识的水平。总的来说， Dean Radin 强调了瑜伽和冥想等心灵实践对超感官知觉的积极作用。他认为，通过这些实践，个体可以提高自己的心灵能力，更好地理解和探索超自然现象。然而，这一观点仍然在科学界存在争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这些主张。在超感官知觉、科学瑜伽和超常心灵能力的证据中， Dean Radin 详细讨论了与超感官知觉相关的科学研究。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3.1 心灵感应实验。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心灵感应实验的案例。这些实验通常涉及一个人试图通过意念来影响随机事件的结果，如掷骰子的结果或随机数生成器的输出。Radin 指出，一些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心灵感应影响这些随机事件，尽管效果通常很微弱。3.2 远程视觉实验。书中还包括远程视觉实验的讨论。这些实验涉及被试者试图在没有直接感知的情况下获取远处事件的信息。实验结果有时表明，人们似乎能够获得意外的，在常规感知范围之外的信息。3.3 心灵治疗实验。Radin 还提到了一些心灵治疗实验，其中参与者试图通过心灵意愿来改善他人的健康状况。虽然结果不一，但一些实验似乎显示了心灵治疗的积极影响。3.4 重复性和统计显著性。书中强调了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实验结果的重复性和统计显著性。一些实验报告表明超感官知觉效应，但这些效应通常比较微弱，需要大样本量和重复研究来确认。3.5 批评和争议。Radin 还讨论了与这些研究相关的批评和争议。超感官知觉研究一直受到科学界的质疑，
因为实验设计可能存在偏见，或者可能涉及到更一般的心理和统计因素。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研究不足以支持超自然现象的存在。总的来说， Dean Radin 通过列举各种心灵感应、远程视觉和心灵治疗等实验，试图提供科学证据支持超感官知觉的存在。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在科学界存在争议，因为效应通常微弱，需要更多的独立重复研究来确认。这一领域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和研究的热点。在超感官知觉、科学瑜伽和超常心灵能力的证据中， Dean Radin 详细探讨了超感官知觉现象与生物学基础之间的关系。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4.1 大脑和意识。书中讨论了大脑在超感官知觉中的作用。Radin 提出，大脑可能是这些能力的关键部分，但目前对大脑如何实现这些能力的了解尚不完全。他认为，某些超感官知觉可能涉及到大脑的非常规功能，但科学界对这些功能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4.2 量子物理学和生物。书中提到了量子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关联。Radin 讨论了一些量子物理学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微观粒子的非局部性和纠缠可能在生物系统中发挥作用，以某种方式实现超感官知觉。这个观点在科学界引发了一些讨论，尽管尚无定论。4.3 身体和意识的关系。书中还涉及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关系。Radin 探讨了一些身体感知和意识分离的现象，如外体感知 out of body experiences 和接触超感官知觉。他提出，这些经验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身体和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4.4 生物学机制的挑战。尽管有一些理论和观点认为生物学机制可能与超感官知觉有关，但这些机制尚未得到明确的证实。书中也反映了科学界对这一领域的挑战，包括如何在实验条件下测量和理解这些现象，以及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与传统生物学模型之间的差异。总的来说，Dean Radin 强调了生物学与超感官知觉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些潜在的生物学机制，但也指出这些机制尚不为科学界所完全理解。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以揭示超感官知觉现象的生物学基础。这个问题在科学界仍然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来解决。在超感官知觉、科学瑜伽和超常心灵能力的证据中， Dean Radin 详细探讨了具有非凡心灵能力的人才和一些相关案例研究。以下是有关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5.1 超常人才的存在。书中提到了一些被认为拥有非凡心灵能力的人才，如印度的瑜伽大师、冥想师以及一些神秘学家。这些人被认为能够展示出预知、远程视觉、心灵感应等超自然能力，而这些能力在一般人群中相对较为罕见。5.2 印度瑜伽大师和冥想师。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印度的瑜伽大师和冥想师，他们据传拥有强大的心灵能力。这些人通常通过长期的冥想和瑜伽实践来培养这些能力，以实现身心的平衡和提高自我意识。5.3 神秘学家的案例。书中还提到了一些神秘学家和心灵研究者的案例，他们通过科学实验来探索和验证超感官知觉现象。这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实验方法来验证一些非常规的心灵现象，以支持这些现象的存在。5.4 科学研究的角度。Radin 强调了通过对这些超常人才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关于超感官知觉的见解，
这些人才的能力可能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并有助于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灵感。总的来说， Dean Radin 在这本书中引用了一些具有非凡心灵能力的人才和相关案例研究，以强调超感官知觉的存在和可能性。这些案例提供了实际的例子，展示了超感官知觉能力可能在某些人身上得以显现，并启发了对这些现象的科学研究和探索。然而，这些案例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验证，以确认这些非凡心灵能力的真实性和范围。